战斗机寿命正被中国耗干，日本要改用无人机了，这反而给解放军提了个醒，因为在该领域我们更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延绍。据日经亚洲报道，日本自卫队最快将于今年开始在军演中测试用无人机追逐军舰，其效果得到认可之后，下一步计划将使用无人机拦截中国的战斗机和无人机。据统计，2021年，为了回应逼近的外国军机，日本航空自卫队出动战斗机拦截的架次达到了创纪录的1004次。随着解放军在钓鱼岛附近空域执行任务的次数大幅度增加，导致日本以 F-15节为代表的老旧战斗机不得不频频升空监视，其寿命被严重损耗。更要命的是，解放军最近还不断派出大型无人机进入日本周边的国际空域自由航行，而日本自卫队按现有的应对规定，都需要出动战斗机进行监视，致使航空自卫队的人员和飞机出现了不堪重负的局面。按照日本人的核算，只要中国无人机来一次，日本实施拦截行动所付出的代价就要比解放军高出40倍。现在解放军的行动还是非常克制的，如果以后像美日那样在公海搞大规模的自由航行，我们也可以天天派无人机去拜访相关水域，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将有可能进入疲于奔命的状态。面对解放军的无人机，日本人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出动战斗机上去喊话不管用，因为中国无人机根本就不搭理你。怎么办呢？日本人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高招，就是采购一批无人机，用来执行监视、管控和拦截任务。日本计划先动用无人机监视跟踪中国的军舰，如果效果好，再用于对付战斗机和无人机。东京计划从土耳其采购 TB2， 或者从美国引进 MQ9 死神无人机。依我看，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这个计划不但不靠谱，反而给我们提了个醒。为什么呢？首先，中国军民用无人机的技术世界领先，产能全球第一，价格便宜，性价比高。今后可以更多的使用无人机来调戏日本，让日本在拦截成本上消耗不起。日本就算现在有这个计划，等到进口无人机买过来投入使用，还得好长时间。所以中国在此之前加大出动无人机的力度，足够日本喝一壶。这在非战争时期是一种相当好的办法。日本的右翼政客越难受，说明我们干的越对。第二，用无人机与日本战斗机拼寿命非常值。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F-2 战斗机都已经接近快被耗干寿命的状态，而用 F-35执行这样的拦截任务，它的航程和留空时间都太短。所以在和平时期，如果美日老是跑到南海搞所谓的自由航行，那么中国的战斗机和无人机也不妨多拜访日本周边的国际空域，即使对等消耗战斗机的寿命，时间也在中国一边，因为我们拥有自主生产先进战斗机的能力，而日本则不具备。第三，日本自卫队想用无人机执行拦截任务是无法解决其困境的。首先，日本用于执行拦截任务的无人机需要进口，而且成本非常高。其次，同等级的无人机追不上无人机，更跟不上战斗机，所以用无人机执行拦截任务就得采购高速无人机，这在世界范围内恐怕都买不到，因为只有中美两国有现货。美国的不供出口，中国的喷气式无人机不会卖给日本。现在的高端无人机速度与战斗机相比还差得比较远，日本即便买到了进口货，也无法追上中国的喷气式无人机，更别说战斗机了。还有一点，不知道日本人想过没有，无人机没有办法处理突发情况，如果双方无法及时应答，搞不好就会发生碰撞等事件。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这个规划看上去有点弱智，但它证明了中国大力发展无人机是对的。这些军用平台在和平时期可以和日本人玩对等消耗，在战争时期又是我方态势感知和防区外打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人机正在改变现代战争的样式，它们同样可以成为和平时期空中较量的模式。在这方面，
技术领先的中国完全可以给日本人好好的上一课。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